我在清玄宗扫地已经扫了3年，宗门里的外门弟子都换了3茬，只有我的地位稳固，雷打不动。原因很简单，我从不往上爬。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扫地以及把地扫干净。作为一名穿越者，我深知这个世界的危险性，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路，当杂役扫地。只要我够没用剧情的刀，就追不上我。朱哥，今天又这么早啊？一个刚入门的小胖子嘿嘿笑着跟我打招呼，我点点头，挥动扫帚带起一片落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随口回了一句，心里想的却是早点干完活，早点回去躺着。我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一扫帚一扫帚把石阶上的落叶归拢到一起。干完活，我习惯性的想找个地方摸鱼，目光扫了一圈，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竹林。这片竹林我来3年了，但一次都没进去过。老弟子说那里是禁地，但我用神识扫过，里面屁都没有，连个禁制法阵的毛都感觉不到，估计就是吓唬人的。我扛着扫帚没多想，一脚就踏了进去。竹林里很安静，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像碎金一样，风一吹，竹叶沙沙作响，确实是个睡觉的好地方。我找了块大青石，把扫帚一扔，接着不顾形象的躺了上去。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就要睡着。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我头顶飘了下来：“你是新来的？”我一个机灵瞬间清醒，接着猛地坐起来，看见一个女人，她就坐在我旁边的一根竹子顶上，身体随着竹子的晃动轻轻摇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这片竹林里有人。我神识扫过，竟然完全没发现，这说明这个女人的修为高到我无法想象的境地。完了，擅闯禁地，按照门规，轻则废除修为，重则当场打死。我连滚带爬的从青石上下来，跪在地上：“前辈饶命！弟子不知此处是禁地，无意冒犯，这就滚！”我说着就要往后爬。站住！女人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命令定住了我的四肢。我一动不敢动，冷汗顺着额头就下来了。她从竹顶上飘了下来，脚尖落地没发出一点声音。她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歪着头看我，一股很淡的像草木一样的味道钻进我鼻子里。你叫什么？回前辈，弟子楚彻。哪个部门的？杂役处。我声音都在抖。她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我的脑门，她好像觉得很好笑。杂役胆子不小，敢跑到我睡觉的地方来。弟子罪该万死。我把头埋得更低了，死定了，死定了！我穿越过来，兢兢业业苟了3年，没想到今天栽在一个午觉上。我让你起来。她的声音冷了一点，我赶紧手脚并用的站起来，低着头不敢看她。你很有意思，我在这里睡了3000年，你是第一个敢闯进来的人。3000年，我脑子宕机了。清玄宗的宗主也才活了800多岁，3000年是什么概念？老妖怪，活化石。看你的表情，好像不太信。弟子信，前辈先父有想，寿与天齐。他突然停在我身后，伸出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你身上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你是从哪里来的？完了，全完了！最大的秘密被一眼看穿，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沉默似乎让他失去了耐心，我感觉肩膀上的力道重了一点。不说，我说，前辈，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来自一个叫地球的地方。我把穿越的事情用最快的语速说了一遍。我说完，竹林里一片死寂，他没说话，我也不敢动，每一秒都像1个世纪那么长。那里的人都像你一样这么弱吗？差不多。那你们平时都干什么？他好像真的很好奇。我咽了口唾沫，开始给他讲地球上的生活，讲手机，讲电脑，讲网络游戏，讲外卖。我讲得口干舌燥，他听得津津有味。等我讲完，天都快黑了。挺有意思的，我决定了。他走到我面前，脸上露出一个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从今天起，你不用扫地了。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专门给我讲故事解闷。他说着打了个响指，我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一股巨大的吸力传来，我连尖叫都来不及，直接被吸了进去。掉下去的最后1秒，我听见他带着笑意的声音：“对了，我叫季优，记住了，你以后要听我的。”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扔进滚筒洗衣机的袜子。等我终于停下来，屁股着地摔得7荤8素。我睁开眼，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很宽敞，洞壁上镶嵌着发光的石头，把整个山洞照得亮堂堂。洞里很简单，一张石床，一张石桌，几个石凳，比我那个杂役宿舍还寒酸。季优就坐在石凳上，单手托着下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这里是我的洞府，以后你也就住这儿了。我看了看那张孤零零的石床，前辈，那我睡哪儿？地上。他回答的理所当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睡地上就睡地上，总比死了强。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季前辈，您有什么吩咐？饿了。他摸了摸肚子，我愣住了。修仙者到了他这个级别，不是早就辟谷了吗？怎么他还会饿？想吃你说的那个麻辣烫。没材料。他手一挥，石桌上凭空出现了一堆东西，各种我见过的没见过的灵草鲜果，还有几块不知道是什么妖兽的肉，散发着精纯的灵气。我看着那堆顶级天材地宝，陷入了沉思。用9品火莲当白菜，用龙肝凤髓当丸子，这他娘的是麻辣烫！老祖，这些东西药性太强，不能混在一起吃，会爆体的。你爆还是我爆？
他瞥了我一眼，我硬着头皮开始处理那些食材，用切菜的架势处理那些能当传家宝的灵药。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我问他，老祖有火吗？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冒出一小撮金色的火焰。3昧真火够不够？够了够了！我差点给他跪下，用3昧真火煮麻辣烫。我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了。我找了个炼丹炉，洗干净当锅使，把那些灵草、鲜果、妖兽肉一股脑全扔了进去，加水用3昧真火在底下烤。不一会儿，丹炉里就咕嘟咕嘟冒起了泡，一股难以言喻的香气飘了出来，香气里混杂着磅礴的灵气。我只是闻了一口，就感觉修为瓶颈松动了。己优也闻到了，他眼睛一亮，凑了过来。好了没？应该好了。我找了个大勺子，从丹炉里舀了一碗出来，汤是金色的，里面的食材五光十色，还在发光，这卖相绝了。我把碗递给他，他接过去吹了吹，随后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下一秒，他眼睛瞬间瞪大了，接着一股恐怖的灵气波动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导致整个山洞都在晃。我被这股气浪掀飞，撞在墙上，差点晕过去。而己优则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地上，并且身上的气息也在节节攀升。他竟然就这么突破了。过了好一会儿，山洞才平静下来。己优睁开眼，吐出一口浊气。他看着手里的碗，又看了看我，眼神很复杂。你是个天才。这东西比任何丹药都管用，就是味道淡了点，下次多放点辣。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位老祖宗脑回路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根本不是在品尝味道，他是在吸收灵气。他把这锅大补汤当成饭吃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专属厨子，除了讲故事，每天还要负责我的一日3餐。我欲哭无泪，我一个杂役弟子，居然莫名其妙就成了一个活了至少3000年的老妖怪的专属厨子兼故事机。这个给你。他扔给我一个储物袋，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亮晶晶的灵石。这是你的工钱，干得好，还有赏。我看着那袋灵石，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包吃包住还有工资拿。老板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出手大方。多谢老祖。过来，给我捏捏肩，然后继续讲那个叫《西游记》歌的故事。我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一边给他捏肩，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看来我的咸鱼人生要换一种方式继续了。抱紧这条又粗又壮的大腿，应该能活到大结局吧？我心里美滋滋地想着。在己优这里待了半个月，我差不多摸清了他的脾性。总结起来就4个字：随心所欲。他想一出是一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前一天还让我用凤凰胆给他做烧烤，后一天就让我陪他用上古法宝下五子棋。输了还不行，他会掀桌子。不过日子过得倒也安稳，我甚至觉得这样下去也不错。直到那天，我那个倒霉的主角老乡叶非凡找上门来了。那天己优正躺在他的专属摇椅上看我用灵力投影播放的《猫和老鼠》，他看得嘎嘎乐，我则在旁边苦思冥想下一顿饭该怎么忽悠他。突然己优的笑声停了，他坐直了身子，看向洞府外面。有人来了，我心里一紧，能让己优注意到的人肯定不是普通弟子。一个刚筑基的小家伙，鬼鬼祟祟的在外面转悠了3天了，烦人。我闻言心里咯噔一下，算算时间，叶非凡拜入山门到现在也差不多该筑基了。原著里他筑基之后就会来后山寻找机缘，然后得到某个大能的传承，从此一飞冲天。不会这么巧吧？老祖，他长什么样？己优手一挥，一面水镜出现在我们面前。水镜里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少年，正一脸坚毅的在竹林外围打转。不是叶非凡是谁？我的冷汗刷一下就下来了。主角来了，按照剧情他会在这里遇到一个残魂，随后得到功法开启他的龙傲天之路。可现在这片地方被己优占了，什么大能残魂估计早被他当零食吃了。叶非凡要是闯进来撞见己优，后果我简直不敢想。以己优的性格，可能会觉得他很有趣，然后抓起来当第2个玩具，也可能觉得他很烦，直接一巴掌拍成灰。绝对不能让他进来。2个不稳定因素凑在一起，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咸鱼生活绝不能被打扰。出车，在老祖。去把他打发走。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吵到我看动画片了，让我去打发男主角。我一个炼气期3层的杂役，去打发一个已经筑基而且身怀主角光环的天命之子，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老祖，我打不过他。谁让你打他了？用你的脑子，拿着，吓唬吓唬他。这是什么？我的令牌，见此令，如见我。整个清玄宗没人不认识。见状，我心里稍微有了点底，有老祖宗的名头当虎皮，应该能把他唬住。我拿着令牌，深吸一口气，走出了洞府。穿过竹林后，我便看到了叶非凡，他眉头紧锁，似乎在寻找什么入口。我清了清嗓子。叶非凡被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一脸警惕地看着我。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地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速速离去！我说这话的时候，腿肚子都在抖。这可是男主角，一言不合就杀人全家的主。叶非凡皱了皱眉，上下打量我，估计是看我穿着一身杂役的衣服，修为又低的可怜，眼神里露出一丝不屑。区一个杂役，也敢拦了我的路？我不是在拦你，我是在救你。此乃宗民禁地，内有大恐怖。你若再前行一步，必将万劫不复。胡说八道！我感到此地有机缘召唤，你休
休想骗我！说着他就要硬闯，我急了，赶紧把基优给我的令牌亮了出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我把令牌举到他面前，叶非凡本来一脸不屑，可当他看到令牌上的符文时，脸色瞬间变了。这是幽祖令，你怎么会有幽祖令？我为何会有？你没资格知道。现在，你还要进去吗？叶非凡看着我手里的令牌，又看了看那片幽深的竹林，脸上阴晴不定。他的眼神里有不甘有渴望，但更多的是恐惧。前辈，是弟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扑通一声竟然给我跪下了。弟子不知此地是幽祖的清修之地，多有冒犯，还请前辈恕罪。知错就好，念你初犯，这次就算了。再有下次，定不轻饶。滚吧！是，弟子这就滚。叶非凡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跑了。我看着他消失的背影，长长的松了口气，总算把这尊瘟神送走了。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转身往回走。刚进竹林，就看到基优站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演得不错。老祖，您都看到了。那句睁大你的狗眼，很有气势。我那是急眼了。你好像很怕他。没有。是吗？他凑到我面前，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可你的心跳在缩缓。他的脸离我很近，我甚至能看清他长长的睫毛。与此同时，一股压力扑面而来，我扛不住他的威压，只好老实交代。他是主角。主角？基优歪了歪头，一脸不解。我只好又把小说的设定给他解释了一遍。什么叫主角？什么叫配角？什么叫主角光环？听完我的解释，基优沉默了。他摸着下巴，不知道在想什么。过了好久，他突然一拍手。有意思。这么说，只要跟着他，就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老祖，您想干嘛？从今天起，我们的新乐子就是观察主角。楚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随时向我汇报他的动向。我眼前一黑，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把瘟神送走，结果我家老祖宗竟然对瘟神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这哪是赶走一个麻烦，我这是给自己引来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我的闲余人生彻底没指望了。自从基优对男主角叶非凡产生兴趣后，我的工作内容又多了一项，每天通过水晶实时监控叶非凡的动向，然后像说书一样讲给他听。报告老祖，叶非凡今天在食堂多吃了一碗饭。报告老祖，叶非凡今天被师兄教训，他忍了，但眼神很不服气。报告老祖，叶非凡今天在后山偷偷修炼，被一只兔子蹬了一脸。基优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还发表评论。这个叶非凡，心性倒是不错，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他练的那个功法漏洞百出，迟早走火入魔。那只兔子是后山兔王的孙子，他惹错兔了。我感觉自己不是厨子，也不是故事机，我成了一个狗仔，还是24小时带监控的那种。这种日子让我身心俱疲。这天，叶非凡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接到了一个去凡间采买物资的任务。水镜里，他换上便装，兴高采烈地下山了。我照例向基优汇报。基优听完，突然从摇椅上坐了起来。凡间，楚笑，我也要去啊！老祖，你要去凡间？对，你不是说凡间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吗？我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您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祖宗，去凡间凑什么热闹？您身上的气息随便泄露一丝，都能让一座城的人爆体而亡。于是我只好劝说道：老祖，凡间很危险的，人心险恶，到处都是坑蒙拐骗。哦，正好，我几百年没活动筋骨了。还有，我想吃你上次说的那个烤串儿。原来这才是他的主要目的。这位老祖宗为了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劝不住他，只能被他拎着走。他根本不用什么飞行法宝，直接撕裂空间。我眼睛一花，再睁开，已经站在一个热闹的城镇街头，周围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基优像个刚进城的村姑，看什么都新奇。他穿着那一身素白的衣服，赤着脚，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不少人都在看他。我赶紧拉着他躲进一个没人的小巷子。老祖，咱们得换身衣服。我指了指他那一身行头，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点点头。随后他闭上眼睛，下一秒他身上的白衣变成了一件普通的青色布裙，脚上也出现了一双布鞋，连那一头乱糟糟的长发都整整齐齐的梳了个发髻。除了长得太漂亮，看起来跟普通人家的姑娘没什么两样。这样行了吧？行了行了，我点点头，说着我也给自己变了一身短打，看起来像个跟班的小厮。我们俩走出巷子，汇入人流。基优对什么都好奇，看到捏糖人的他非要买一个，看到卖拨浪鼓的他也要买一个。我们逛到小吃街，各种香味扑面而来，基优的眼睛都直了。烤串是哪个？
我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烧烤摊，摊主是个络腮胡大汉，正光着膀子满头大汗的烤着肉串，肉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撒上孜然和辣椒面，香气四溢。季优拉着我直接冲了过去，烤串一上桌，季优就开启了狂风扫落叶模式。就在我们埋头苦吃的时候，旁边一桌传来了吵闹声。我抬起头，看到几个穿着锦衣的恶少，他们正在调戏一个卖花的姑娘。那姑娘也就15、16岁，吓得脸色惨白，抱着花篮瑟瑟发抖。周围的人都敢怒不敢言。我皱了皱眉，又是这种恶霸欺男霸女的戏码。我刚想拉着季优换个地方，免得惹麻烦，没想到季优比我还快。他放下手里的烤串，擦了擦嘴，烦人。他站起来朝那几个恶少走了过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姑奶奶您可千万别动手啊！您一出手，这条街可能就没了。那几个恶少看到季优，眼睛都直了。哟，又来一个漂亮的小妞，小妹妹，跟哥哥们玩玩。季优没说话，他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对着那个黄毛轻轻弹了一下，一声脆响过后，黄毛青年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然后他开始以一种诡异的频率自己抽自己的耳光。我错了，我是混蛋，我不该欺负人。大哥，你干嘛呢？别愣着啊，一起跳啊！他又弹了几下手指，那几个狗腿子也开始跟着黄毛青年一起整齐划一的抽自己耳光，一边抽一边喊口，整条街的人都看呆了。季优拍拍手走回座位，拿起一串烤腰子继续吃，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我咽了口唾沫，默默地离他远了一点，太可怕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这招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以后谁要是惹了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回去之后，季优让我在洞府外面开辟一块烧烤专用区，从此我的工作除了做麻辣烫，又多了一项烤串。用3枚真火烤串，我估计又是修仙界独一份。而叶非凡从上次被我吓唬住之后，老实了不少，没再到处乱闯，每天就是修炼做任务，偶尔被师兄欺负一下，生活过得相当充实。季优每天看他的直播看得乐不可支，跟追连续剧一样。这天我正在给季优烤一头刚抓来的灵珠，那灵珠烤的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季优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就在我撒上最后一撮秘制香料准备开吃的时候，水镜里的叶非凡突然有了新动向，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宗门任务，去宗门后山的寒潭里采摘一株冰心草。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了，剧情又来了。原著里叶非凡就是在采摘冰心草之时遇到了正在寒潭洗澡的女主角柳心梨，然后就是经典的英雄救美美女清新，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这是他们感情线的开端。老左，快看，叶非凡要去见女主角了。哦，就是那个圣母心泛滥的柳星罗。对，就是他。走，看看去。走。看看去。下一秒，我们已经出现在寒潭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寒潭。寒潭不大，潭水清澈见底，冒着丝丝寒气。一个白衣少女正背对着我们，站在潭边的石头上，似乎准备下水。这应该就是柳心梨了。长得还行，就是看着有点笨。我没敢接话。就在这时，叶非凡的身影出现在了小路的尽头。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寻找冰心草，眼看就要走到寒潭边，经典剧情即将上演。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蝎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钻了出来，悄无声息地爬到了柳心梨放衣服的石头上。那毒蝎的尾钩闪着幽蓝色的光，一看就是剧毒之物。我心头一紧，原著里没这段啊，这毒蝎是哪来的？七彩琉璃蝎，这玩意儿不是早就绝种了吗？他下意识的后退，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朝寒潭里倒去。而叶非凡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根本来不及救援。完了，女主角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我脑子一热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这要是让女主角死了，剧情不就全崩了？我从树上一跃而下，运转全身灵力朝柳心梨冲了过去，总算在柳心梨掉进水里之前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我把她拉了回来，她惊魂未定，一下子扑到我怀里，一股淡淡的兰花香气钻进我鼻子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剧本不对啊，英雄救美的人怎么成我了？多谢师兄相救，敢为师兄高兴大名。我叫楚彻。完了，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时叶非凡也赶到了，他看到我和柳心梨站在一起，脸色一变，尤其是在看到柳心梨看我那含情脉脉的眼神时，他的脸色更难看了，一股酸味隔着老远我都能闻到。柳师妹，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这位楚师兄。柳心梨对我甜甜一笑，叶非凡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有嫉妒，有不甘，还有一丝敌意。我心里叫苦不迭，老兄，我真不是故意的。楚师兄，我怎么没在内门弟子里见过你？我是杂役。我老实回答。叶非凡和柳心梨都愣住，一个杂役，一个杂役，速度竟然这么快。他们看我的眼神变得更加古怪，我感觉自己像个猴子被他们围观，我只想赶紧溜走。那个，既然师妹没事，我就先走了。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转身就跑，再不跑我怕叶非凡会忍不住上来揍我。主角的气运被我抢了，他能不气吗？我一路狂奔跑回了纪优身边，纪优正抱着胳膊，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可以啊，楚策，英雄救美，感觉怎么样？老祖，您就别取笑我了，您刚才为什么不出手啊？我为什么要出手？这不是挺好玩的吗？好玩？老祖，我把男女主角的红线给剪断了，这剧情以后还怎么走啊？怕什么？剧情歪了再掰回来就是了，或者
我们让它变得更好玩一点。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这位老祖宗好像又想到了什么新玩法，而我就是他手里的那个倒霉的玩具。自从上次在寒潭救了柳心离之后，我的生活就没安宁过。柳心离好像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隔三差五就往后山跑，美其名曰感谢我的救命之恩。今天送点心，明天送丹药，后天送他亲手绣的香囊，我一个都不敢收。收了叶非凡那边估计能用眼神杀死我1万遍。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看杀父仇人似的，我只能躲着他。他来我就让基优把我藏起来，基优倒是乐在其中，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他甚至还教我怎么变身，让我变成石头，变成兔子，变成竹子。有一次柳心离在竹林里找了我半天，最后抱着一根竹子哭，然而那根竹子就是我变的。我当时连动都不敢动。除了柳心离宗门的其他人也开始注意到我了。一个杂役能从毒蝎手下救下内门弟子柳心离，这事儿怎么想怎么蹊跷。很多人都在传，说我是不是什么隐世高人，在宗门里扮猪吃老虎。连杂役处的管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我感觉我离我的咸鱼人生越来越远了。这天麻烦终于找上门了，戒律堂的张长老带着2个弟子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己优的洞府外。张长老是个铁面无私的老古板，在宗门里人缘极差，原著里他就没少给叶非凡使绊子，是个标准的反派配角。出事！你给本座出来！谁啊？大清早的，叫魂呢？老祖，小声点，是戒律堂的张长老。张长老，是那个脸上长了3颗痣的老头吗？对，就是他。哦，想起来了，300年前他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偷看女弟子洗澡，被我抓到，吊在树上打了3天。还有这回事？您老人家记性真好，肯定是来找我麻烦的。怕什么？有我给你撑腰。出去看看。对啊，我背后可是站着全宗门最大的靠山，一个张长老算个屁！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洞府。楚彻，你好大的胆子！身为杂役弟子，无故擅离职守，久不归岗，你可知罪？楚彻，你好大的胆子！身为杂役弟子，无故擅离职守，久不归岗，你可知罪？回张长老，弟子并非擅离职守，弟子是奉了某位大人的命令，在此处听候差遣。我故意把某位大人4个字说得很重，希望他能听出弦外之音。某位大人？哪位大人？宗门里谁的命令大得过戒律堂？看来他还没领会到，也对基优隐世几千年，宗门里知道他存在的也就只有宗主和几个太上长老，他一个戒律堂长老级别还不够。楚奢，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看你就是偷懒耍滑。跟我们回戒律堂走一趟。放肆！基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身后，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场面，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张长老和他那2个弟子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他们看着基优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尤其是张长老，他死死地盯着基优，像是见了鬼一样。你是？基优没理他，而是走到我面前，伸手帮我理了理有点乱的衣领，然后他抬起头看向张长老。我的人你也敢动？幼祖，幼祖，弟子该死，弟子有眼不识泰山，惊扰了幽祖清修，求幽祖恕罪。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爽的不行。让你刚才牛逼，现在知道怕了吧？我清了清嗓子，走到基优身边，学着大内总管的样子，掐着腰说：“张长老，我家老祖问你话呢，你想怎么死啊？”老祖饶命，弟子再也不敢了，弟子这就滚。算了，以后别再来烦我，不然就把你们吊上去当风铃。是，弟子遵命。走，快点儿！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有靠山的感觉真好。我回头看到基优正笑眯眯的看着我。刚才那句你想怎么死啊，说的不错，有我当年的风范。都是跟老祖您学的。行了，别拍马屁了。人赶走了，肚子也饿了。今天吃什么？老祖，今天咱们吃叫花鸡。好，多放点辣椒。自从张长老被基优吓跑之后，我在宗门的地位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没人再敢把我当普通的杂役弟子看待。大家都知道后山竹林住着一位惹不起的大人物，而我则是那位大人物面前的红人。连宗主都派人送来了各种奇珍异宝，想要攀关系，而那些东西也被我做成了各种佳肴，送进了基优的肚子。叶非凡和柳心离也因为忌惮基优，很久没来烦我了。我的生活总算又恢复了平静。岂料这天清玄宗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天魔宗的少主带着一帮人，大张旗鼓地闯进了清玄宗的山门，美其名曰友好交流，实际上就是来砸场子的。而天魔宗那个少主叫赵浩，长得人模狗样，一脸的嚣张跋扈。他一来就点名要挑战清玄宗的年轻一代弟子，随即清玄宗这边便派出了几个内门精英，岂料都被赵浩3拳2脚给打趴下了，并且被打败的弟子个个筋断骨折，致使清玄宗的长老们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可这是年轻一辈的比试，他们又不好出手。这天魔宗的小子有点狂啊，是挺狂的。原著里这个赵浩就是个前期小反派，专门负责给男主角叶非凡送经验、送装备的。果然没过多久，叶非凡就站出来了，主动请战，一场大战就此展开。虽然叶非凡修为比赵浩低一点，但凭借着主角光环和各种奇遇得来的功法，硬是跟赵浩打得有来有回。眼见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输的时候，他爆中了一套连招，把赵浩打得吐血倒飞。而清玄宗这边则立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叶非凡也一战成名，成了全宗门的英雄。赢得真难看，真正的战斗应该是一招制敌。随即他伸出一根手指，对着水镜里的赵浩轻轻一点，致使刚刚被扶起来的赵浩突然浑身一僵，然后他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跳舞，扭腰、送胯、抛媚眼，十分的辣眼睛。一瞬间全场都傻眼了，清玄宗的人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憋得脸通红，而天魔宗的人则是个个目瞪口呆，不知道自己家少主是中了什么邪。就连赵浩自己也快疯了，他想停下来，但身体根本不受控制，他一边跳一边哭喊：不是我的身体他自己动的。可没人信他，大家都觉得他是因为输不起从而疯了。老祖宗，您这一手也太俗了，这下赵浩没法在修仙界混了。很快，天魔宗的人实在忍不住，立马架起还在不停跳舞的赵浩，灰溜溜的跑了。一场闹剧就以这种离奇的方式收场。而叶非凡虽然赢了比试，但风头全被跳舞的赵浩抢走了。他站在那里看着赵浩离去的背影，一脸的迷茫。老祖，您擦擦眼泪。楚策，你说我们下次让他跳什么舞好呢？对此，我决定以后离这位老祖宗远一点，他玩的都太高端了。我这种小咸鱼还是老老实实的给他烤串比较安全，不然下一个在全宗门面前跳舞的可能就是我了。而赵浩在清玄宗跳了一支舞后声名大噪，据说他回到天魔宗后就把自己关了起来，谁也不见。天魔宗宗主气得暴跳如雷，扬言要跟清玄宗不死不休。但这也只是嘴上说说，毕竟能让一个元婴期修士在无声无息间中招的手段，就算是渡劫期的大佬也做不到，所以这是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而我则依旧过着给老祖宗当厨子的咸鱼生活，直到季优突然说他要闭关几天，我一听高兴坏了，老祖宗闭关就意味着我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结果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了闲得发慌。平时有季优在的时候，虽然累点但还挺热闹，他一走这洞府里安静的可怕，于是我闲着没事就在洞府里瞎逛。很快来到了第一个洞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天才地宝上古法器，什么麒麟角、凤凰羽，在这里跟大白菜一样随便扔在地上，随便拿一件出去都能引起一场血雨腥风。紧接着我又来到了第二个洞室，里面有个巨大的炼丹炉，通体漆黑，墙角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于是我好奇的拿起一个变珠丹，吃一颗变成珠，效果持续1个月，成石头吃1颗，只能说真话。跳舞糖吃1颗，随机跳舞1个时辰，款式不限。我看着满架子的怪异丹药咽了口唾沫，我算是知道赵浩那天是怎么回事了。感情这位老祖宗平时就喜欢研究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把丹药放下，准备去下一个洞室看看，结果刚到门口时我就愣住了。这个洞室的石门是关着的，而且上面还贴着一张符，符纸已经泛黄，看起来年代久远，一股若有若无的封印之力上面散发出来，顿时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伸手想去摸一下那张符，结果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把我弹开，把我摔得骨头都快散架了。但我并不死心，于是我从地上爬起来，准备找这周围有没有什么打开石门的线索。很快我便瞥到了石门旁边的一行小字，字刻得很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写着吾乃季优，今日将心魔封印于此，后世弟子切勿靠近，否则后果自负。心魔，季优竟然把他的心魔封印在这里，这可是个惊天大秘密。修仙者最怕的就是心魔，修为越高心魔越强，一旦被心魔反噬，轻则走火入魔，重则生死道消。而季优这么强大的人，他的心魔该有多恐怖，怪不得要用这么强的封印。顿时我感觉背后发凉，万一哪天这封印松动了，心魔跑出来了，整个修仙界都要完蛋。对此我突然有点同情季优了，别看他平时疯疯癫癫没心没肺的样子，原来他心里也压着这么大的一块石头。随即我叹了口气，打算以后要对季优好一点，每天给他做好吃的，讲好笑的故事，让他开开心心的，也许他开心了，心魔的力量就会被削弱。我下定决心后便开始研究新的菜谱，我要给他做一顿全天下最好吃的饭菜。3天后季优出关了，他神采奕奕说他新参悟的神通叫言出法随，比如他说天要下雨，天上马上就会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他说要有光，山洞里就会亮如白昼。我吓得手里的锅铲都掉了，这不就是创世神才有的能力吗？而季优也看出了我的震惊，立马解释道：有限制的，而且很耗费心神，不能用来直接攻击人。那就好，那就好。我立马松了口气，要是没有限制，那他就真的无敌了。随即为了庆祝他出关，我精心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季优吃的眉开眼笑，直夸我是个天才。吃完饭，他照例打开水镜看叶非凡的直播，这一看才知道1年1度的宗门大比要开始了。这个大比好像挺好玩的。老祖，您又有什么想法？你也去参加吧。老祖，您没开玩笑吧？我一个炼气期3层的杂役，去参加宗门大比？谁说你是炼气3层了？随即他伸手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一股暖流瞬间涌入我的四肢百骸，我感觉身体里的灵力像做了火箭一样疯狂暴涨，炼气4层、5层、6层，筑基、金丹、元婴，一直冲到元婴后期才停了下来。我整个人都懵了，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就感觉像是在做梦。可对于去参加宗门大比，我还是有点虚。我空有修为，但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连个像样的法术都不会。怕什么？拿着，
这把剑我淬炼过，可以反弹一切攻击。他用多大力，就会被自己多大的力打中。哎，好东西！这不就是个无敌的王八壳子吗？只要我拿着这把剑，别人就伤不到我。还有，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台词，你上场之后照着念就行了。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我欲哭无泪，这哪是去比赛啊？这分明就是被逼上梁山。于是我拿着木剑，揣着装逼语录，一步三回头的朝演武场走去。感觉我的咸鱼人生好像一去不复返了。我只想躺平，为什么就这么难呢？宗门大比的报名处人山人海，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负责登记的执事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姓名：楚彻，修为，元婴后期。你说什么？元婴后期。疯了吧？这是捣乱的。下一位。前辈，现在可以报名了吗？元婴后期，我的天啊，这是哪个隐士的长老吗？元婴后期的大佬怎么会来参加外门大比？这是哪个峰的弟子？怎么从未听说过？竟然能直接进入第2轮？难道是隐士不出的长老亲传弟子？我认输，楚彻胜。接下来的几轮，我的对手全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弃权，我甚至连演舞台都没上去过，就这么一路躺赢进了决赛。我的决赛对手是本次大比最大的热门天命之子叶非凡，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们2个人身上，一个是声名鹊起的宗门新秀，过关斩将，实力强横；一个是横空出世的神秘高手，深不可测，无人敢战。这场对决被誉为是针尖对麦芒。我站在演舞台上看着对面的叶非凡，腿肚子有点抖。虽然我现在是元婴期，但面对主角我还是本能的发怵。叶非凡的眼神很凝重，他看不透我的修为，在他眼里我就是一团迷雾，这让他非常忌惮。楚师兄，请自教。那个，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太行。楚师兄，你太自负了。楚师兄，你太自负了。本场比试，楚彻胜。本次武打比最终获胜者是楚彻。短暂的寂静之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虽然他们刚才还在骂我，但修仙界终究是强者为尊，我用实力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我站在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膜拜，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我一个扫地杂役，一个只想躺平的咸鱼，竟然成了清玄宗宗门大比的第1名，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打败了男主角。这剧情已经歪到姥姥家了。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装逼语录，不知道己佑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表情，他会不会让我以后顿顿都吃烤串？我拿了宗门大比第1之后一夜成名，我直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杂役变成了跟长老平起平坐的存在。宗主亲自召见我，问我是不是哪位前辈高人转世，我只能按照基优教我的话术，故作高深的说不可说，不可说。宗主看我的眼神更加敬畏了。叶非凡被我打败后大受打击，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天没出门，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不再像以前那么锋芒毕露，变得沉稳了许多。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是敌意，而是充满了敬畏和探究。他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个考验他的前辈高人，没事就跑来向我请教修炼上的问题。可我哪懂什么修炼，只能胡说八道一通。结果他听了我的胡说八道，竟然还真的突破，这让我对主角光环有了新的认识。而我的生活也并没有因为成了名人而改变，我还是每天待在基优的洞府里，给他做饭讲故事。宗门里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在我看来，什么地位什么名声都没有给老祖宗烤串重要。我的咸鱼本质没有改变。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这天一股极其邪恶极其强大的气息突然笼罩了整个清玄宗，天空变得一片血红，整个宗门都陷入了恐慌。正在被我服侍的基优突然停下了动作，他抬起头看向天空，眉头皱了起来。这家伙怎么提前出来了？这家伙怎么提前出来了？老祖，怎么了？最终的反派魔尊重楼出场了，基优的语气难得的有了一丝凝重。魔尊重楼，原著里最终极的大反派，一个活了上万年、实力通天、杀人如麻的老魔头。按照剧情，他应该是在小说大后期叶非凡成长起来之后才会破除封印，为祸人间。现在
怎么就出来了？他好像是冲着我来的。你的意思是？我上次为了让你赢比赛，帮你提升修为，动静闹得有点大，估计是惊动了他。我把他封印了几千年，他对我可是恨之入骨。封印？你老人家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合着这最终反派是您的老熟人，那你打得过他吗？唉，以前能打个5-5开，现在嘛，我刚参悟了新神通，还没试过，不知道。5-5开，那不就是没把握？楚彻，在老祖。你怕屎吗？你怕屎吗？怕。怕就对了。你就在这里待着，哪也别去。这个结界能保你安全。等我解决了它，再回来找你报。记得给我留个鸡腿。我看着空荡荡的洞府，心里一阵发慌。外面传来阵阵巨响，整个山都在晃动。我知道那是基优和魔尊重楼打起来了，那是这个世界最高战力的对决。我坐在地上抱着那本装逼语录，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第一次发现没有基优在身边，这个山洞原来这么冷清。我习惯了他的吵闹，习惯了他的随心所欲，习惯了他每天变着花样折腾我。他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赶紧把他甩掉。不会的，他那么强，那么不讲道理，他怎么可能会说他还要回来吃我做的烤串呢？我站起来走到水镜前，水镜里已经看不到外面的景象了，全是刺眼的白光和扭曲的空间裂缝。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力。我的修为是他给的，我的法宝是他给的，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没有他，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来自异世界的孤独的灵魂。基友，你可一定要赢啊！基友，你可一定要赢啊！你赢了，我以后天天给你做麻辣烫。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的震动终于停了，血色的天空也恢复了清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结束了吗？谁赢了？我紧张地盯着洞府的入口，心跳得像打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是煎熬。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洞口的结界闪烁了一下，消失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是基优。他还是那身素白的衣服，赤着脚，只是脸色有点苍白，衣服上也沾了点灰尘，看起来有点狼狈。老祖，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有点饿。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刚才的担心和害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才是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事。等着，我马上去给你做。我把他扶到石床上坐下，然后一头扎进厨房。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看家本领，烤了一整只灵珠，炖了一锅十全大补汤，还炒了几个他平时最爱吃的小菜。等我把饭菜端上来的时候，基优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他睡得很沉，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一丝疲惫。我看着他的睡颜，心里突然很平静。这个疯疯癫癫、随心所欲把我当玩具的老祖宗，在最危险的时候还是把我护在了身后。他一个人去面对那个连他都没有十足把握战胜的敌人，只是为了让我这个给他做饭的厨子能活下去。我把饭菜放在桌上，给他盖好被子，然后我坐在他床边守着他，就像他以前守着我一样。洞府里很安静，只有他平稳的呼吸声。阳光从洞口照进来，暖洋洋的。基优这一觉睡了3天3夜，醒来后他把桌上的饭菜风卷残云的吃了个精光。吃完他打了个饱嗝。楚彻，那魔尊重楼被我打回老家了，估计又要再封印个几千年。那就好。不过我这次也消耗挺大的，估计要好好睡一觉了。睡多久？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吧。这么久？你一个人在这里好好待着，吃的喝的储存室里都有，想看直播水晶也可以用。那你……我睡醒了就来找你。说完，他便朝着内室走去。我困了，去睡了。他走进那个他平时闭关的洞室，关上了石门。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洞府里，心里也变得空荡荡的。他说他会回来找我，我相信他。从此，清玄宗的后山多了一个传说，传说里住着一位神秘的厨子，他的厨艺天下第一，他做的菜能让凡人立地成仙。宗主来求过，太上长老来请过，但谁也请不动他。他只守着那个小小的洞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研究着新的菜谱。叶非凡后来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平定了无数的动乱。柳心里也成了受人敬仰的圣女。他们的故事被写成了传说，而我只是传说之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每天都会把洞府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做好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那个说好要回来吃饭的人。我知道他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会对他说：“老祖，欢迎回家，饭做好了。”